乌克兰，一声炮响打破了这片土地原本的平静，俄罗斯与乌克兰彻底杠上了。直到今天，这场冲突已经持续了超过700天，许多隐藏的真相也渐渐浮现。奇特的是，中国的重要性正在日益凸显，就连西方国家也不得不承认，乱局之中唯有中国看得最为透彻。说起俄乌冲突，就不得不聊起北约。实际上，所有冲突都是因北约而起。从本质上来说，北约是一个军事联盟，军事是国家的基础力量，意义非同小可。美国深知，只要掌握了各国军事，就能在地区事务中发挥决定性影响。因此，苏联解体后，美国不仅没有解散身为冷战产物的北约，反而加快了东扩的脚步。原因很简单，欧洲的东部盘踞着美国的劲敌俄罗斯。尽管美苏争霸的历史烟云已经散去，但美俄的争端从未停止。压制俄罗斯始终是美国的重要战略目标。于是，美国盯上了乌克兰。简单来说，美国想要乌克兰加入北约，成为自己的前线阵地，帮助自己共同对抗俄罗斯。恰巧，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关系本就算不上友好，受历史与现实政治影响，俄乌交恶已久，颜色革命的爆发更是令双方的关系降至冰点。再加上美国从中搅和，俄乌局势便更加微妙。一直以来，美国都试图通过铁杆盟友欧洲帮助乌克兰建设军事，无形中提升了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能力。对俄罗斯来说，这着实触碰到了底线。一旦北约东扩成功，乌克兰成为其中的一份子，那么后果不堪设想。如此一来，俄罗斯的家门口便有了美国的哨兵，几乎时刻处于被监控的状态里。无论如何，俄罗斯都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，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成为了俄罗斯战略布局的首要任务。在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中，俄乌冲突爆发了。直到今天，将近2年时间过去，俄罗斯与乌克兰始终未能握手言和。西方媒体评论不休，各种言论纷至沓来。然而，随着战争的不断推进，西方媒体惊讶地发现，有另一个看似毫不相关的国度对俄乌冲突的认识竟然惊人的准确，而这个国家正是俄罗斯的邻居中国。那么，中国到底做了什么，值得令西方媒体如此惊叹呢？中国从头到尾没有以任何形式介入俄乌战争，但自从俄乌战争打响之后，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却不可避免地迎来了变化。一言以蔽之，一场俄乌冲突令中俄贸易额在短时间内急剧飙升，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。反观美国与欧洲就没有了这种幸运。为了援助乌克兰，美欧均投入了大量的财力物力，却还是弄得焦头烂额，让人叹息连连。如此鲜明的对比，无怪乎西方媒体大呼中国留了一手。但其实西方媒体只看见了表象，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本。中国能有如此巨大的贸易收获，绝非侥幸，而是长期积淀的结果。早在战争开始前，中俄两国便开启了发展贸易之路，一直保持着紧密的经贸合作。上世纪末，在俄罗斯经济的转轨期，中俄贸易基本维持在50至70亿美元上下，存在着较大的提升空间。进入新世纪后，中俄签订了一系列贸易协议，促成了贸易总额增长，在2008年创下了56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。随后，受金融危机与美国制裁影响，中俄贸易几经起落，终于在2018年突破了1000亿美元大关。然而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这般耀眼辉煌的成绩不过是一个开始。去年，中俄贸易总额竟然直接翻倍，一举超过了2000亿。可见，中俄贸易的确迎来了历史机遇，而这个机遇正是俄乌冲突。要知道，苏联解体后，俄罗斯的主要贸易伙伴发生了变化，从原来的东欧盟国变成了整个欧洲。鼎盛时期，与欧盟的贸易额几乎占到了俄罗斯进口总额的一半以上，约为 52.7%。俄罗斯10大贸易伙伴里，足足有7个是欧盟国家，欧盟的影响力不言而喻。一般来说，欧盟会从俄罗斯进口木材、能源、原材料与化学品，而俄罗斯则会进口服装、纺织、家具等轻工业制品。与此同时，生产汽车与车辆配件也是欧盟国家的强项，俄罗斯也需要这些产品。但在这看似顺利的合作背后，也隐藏着许多变动。要知道，欧盟可不止俄罗斯一个朋友。相比俄罗斯，美国明显对欧洲更为重要。俄乌冲突爆发后，美国第一时间站出来为乌克兰背书，提供援助，欧洲自然不能落后，必须跟紧美国的步伐，一同制裁俄罗斯。就这样，俄罗斯与欧洲的贸易断了，中国也获得了外贸领域的崭新机会。其实，中国与俄罗斯在贸易结构上天然有着很强的互补性。俄罗斯资源丰富，但轻工业不发达，而轻工业产品恰恰也是中国的强项。再加上近年来国产新能源车崛起，甚至闯入了欧洲市场，更是为与俄罗斯的合作提供了基础。换言之，曾经欧洲能做到的，中国也能做到，甚至做得更好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中俄贸易自然取得了质的飞跃。眼见着中国生意做得风生水起，美国顿时不干了，时刻准备挑事。但是中国真正的智慧远不止于此。美国打了一手如意算盘，决定利用俄乌冲突做文章，打压中国。美国的思路十分明确，那就是依靠舆论将中国与俄罗斯绑定在一起。这种绑定是一种子虚乌有的政治关联。中国与俄罗斯积极开拓贸易，在经济上精诚合作，便意味着两国在政治上同样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纠葛。换言之，美国试图以经济为切入口，逼迫中国表态。
表态的内容便是在俄乌冲突里支持俄罗斯。而美国之所以这么做，是为了给自己找个由头制裁中国。只要中国一表态，美国便可以扯着正义的大旗招摇撞骗，将用在俄罗斯身上的制裁手段同样应用在中国身上，打中国一个措手不及。可是美国万万没有想到，中国早就看穿了这一点，并且有着自己的应对方式。自始至终，中国的态度都是冷静而克制。美国唯恐天下不乱，恨不得挑起战争，从中搅局，但中国希望天下安定，俄罗斯与乌克兰能够解开夙愿，握手言和。从战争最开始，中国就一再强调要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俄乌冲突。为表明立场，中国还通过外交部发布了官方文件，再次强调了中立态度。美国本以为中国的冷漠无情会惹恼俄罗斯，从而影响两国的合作。可是俄罗斯的反应也颇为出人意料。此前曾有捷克的领导人跳出来污蔑中国的中立立场，他认为中国是在有意引导舆论，实际上想要无限延长俄乌冲突，从中获得大量利益。此言一出，俄罗斯立马反驳，为中国证明现如今中国与俄罗斯的合作是一种良性的君子之交，中俄之间不会结盟。这种疏远并非是坏事，而是确保地区稳定与国际和谐的重要手段。在此基础上，又为中俄的全方位合作提供了生长空间。正因如此，中国与俄罗斯的情谊才能长盛不衰，中国也才能在俄乌冲突里展现出充分的智慧。但值得确定的是，中国从来都不指望发战争财，和平是中国永远的期待。在和平年代，中俄贸易才能有稳定的绵延。未来俄乌战争的局势究竟如何，或许还要拭目以待。为什么俄罗斯宁愿在欧洲死磕，也不愿意发展远东地区呢？近些年来，伴随着俄乌战争的持续推进，俄罗斯在欧洲可谓是越来越不受待见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就有不少人疑惑，为什么俄罗斯一定要在狭窄的欧洲跟西方死磕，而不朝着更为辽阔的远东方向发展呢？要知道，不管是地理位置还是发展前景，亦或者政治环境来看，似乎一旦俄罗斯将重心放在东方，眼下的很多难题都能够迎刃而解。这难道不是一件明摆着的好事吗？其实鲜有人知道俄罗斯哪里是不想要去发展远东啊，而是俄罗斯压根儿就做不到。作为一个横跨亚欧两座大陆的国家，俄罗斯有3/4的领土都处于亚洲地区，只有剩下的1/4部分属于欧洲。然而俄罗斯却一直坚定地认为自己是一个欧洲国家，并且在过去的漫长历史进程中，始终都将自己的发展重心放在欧洲部分，这使得不少人会误以为俄罗斯重视西方而轻视东方。但实际上，俄罗斯不仅没有轻视过东方，甚至还一直有着一个东方梦。一个国家想要发展，就必须扩张自己的领土，向外争取生存空间，这是一个国家生存的基本法则。由此可见，俄罗斯对于东方绝对是有着一股野心的。而在西方，特别是英国的学术界，更是一直认为俄罗斯正在朝着成为亚洲国家努力。但事实证明，俄罗斯想要离开西方，融入东方，并不是开疆扩土这么简单就能够实现的。俄罗斯对于东部地区并不是统而不治，早在17世纪，俄罗斯刚刚对外开始扩张的时候，就已经开始同步对所占领的区域进行经济开发。据资料显示，光是在17世纪的头70年时间里，俄罗斯就从西伯利亚地区收获了724.8万张貂皮，这为当时的俄罗斯带来了超过 20% 的国家预算收入。后来，为了能够让发展更进一步，俄罗斯开始在东部大力推行农业建设。在17世纪末期的时候，粮食产量就接近400万普特，约合6500万公斤，已经与2022年法国的粮食总产量旗鼓相当。这足见俄罗斯对东部地区的开发力度。1891年，在全球争相进行工业化改革的大背景下，俄罗斯耗费巨额资金开始建设西伯利亚大铁路，最终该铁路于1916年正式全线通车，总长度9289公里。从莫斯科起步，直至太平洋沿岸的港口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海参崴。在这个基础之上，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，苏联掀起了远东大建设计划，在远东地区进行工业开发，发展重工业，使得远东地区成为了苏联实质上的战略后备基地。等到二战爆发以后，远东地区还成为了苏联大撤退的目的地，大量重要的工业机构、科研机构都被转移到了远东地区。而在如今，俄罗斯每年依然坚持投入上百亿美元对远东地区进行开发建设。如此种种都在说明着一件事情，那就是俄罗斯其实是有在发展远东地区的，并且投入一直都不小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既然俄罗斯为发展远东地区都做到了这个地步，可为什么还是会出现西重东轻的现象呢？答案很简单，因为俄罗斯的远东实在太大，以至于哪怕俄罗斯历届政府横跨几个世纪进行开发建设，依然杯水车薪。打个形象的比喻啊，这就好比拿了一瓶矿泉水倒进大海，理论上是让大海的水变多了，但在观察者眼中却什么都没有改变。首先，俄罗斯开发远东地区面临的第一道难关就是缺人。
如今俄罗斯的总领土面积为1709万平方公里，但人口却只有 1.44 亿，属于是真正意义上的地广人稀。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大部分的俄罗斯民众又集中在富饶的西部欧洲地区，光一个首都莫斯科人口数就已经突破了1500万，占据俄罗斯总人口的 10%。相比之下，俄罗斯远东地区面积为 695.3 万平方公里，但人口却只有800多万，这就使得许多工厂都出现了一人难求的尴尬情形。那么既然缺人，俄罗斯为什么不鼓励民众移居到远东地区呢？实际上这就涉及到了俄罗斯开发远东地区面临的第二道难关，其恶劣的环境。在远东地区，由于地理位置靠近极北，气候常年处于严寒环境之下，永冻土遍布，物资运输极为困难。别说是让习惯了气候适宜的欧洲俄罗斯人过来居住，就是这里的原住民，但凡有的选，恐怕早就逃跑了。因此，尽管从2016年开始，俄罗斯就已经许诺为每一个迁移到远东地区的人免费配发1公顷土地，但响应者依然寥寥无几。最终，在2021年，俄罗斯政府迫不得已又开始向已经获得1公顷土地的公民再次发放第2块土地。但很显然，这种奖励层层加码的做法依旧是治标不治本，除了吸引一些走投无路的人搏一把之外，依然无法改变远东地区人口稀少的问题。俄罗斯为什么要大力开发远东地区呢？这一点其实就和很多人的想法是一样的，说白了，就是俄罗斯不想继续在欧洲跟西方死磕，希望能够通过发展辽阔的远东地区，从而舒缓自己的压力。毕竟，抛开其他因素不谈，如今俄罗斯东部地区拥有着全国 75%至 80% 的自然资源，一旦能够将其全部利用，不说别的，至少俄罗斯经济上再也不会被西方卡脖子。难怪普京会强调要把东部建设变成俄罗斯新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心。可眼下的现实却是，依靠俄罗斯人自己的力量，想要建设远东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。虽然不愿意承认，但俄罗斯想要发展远东，必须要看中国的眼色。曾经对于远东的未来，一位俄罗斯专家做出了这样的预测，而从数据来看，这还真不是在夸大其词啊。据统计，在2017年，中国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贸易额就已经超过77亿美元，2020年更是达到了108亿美元。而在远东地区产品的出口额与进口额两组数据上，中国同样一骑绝尘。2019年的时候，分别达到了 24.8% 与 61.9%。由此可见，中国已然成为了俄罗斯远东开发中绝对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。在这样的背景之下，如今有越来越多的俄罗斯学者呼吁政府与中国展开合作，共同开发远东地区。对此，中国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。于是，近2年来，中俄两国频繁接触，关系持续升温，双方态度的变化证明着这件事正在变成现实。但是可惜的是，俄罗斯似乎依然对中国心存戒备。不可否认，如果翻阅历史，俄罗斯得到远东地区绝对算是来之不正的。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，清政府内外交困之际，俄罗斯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窃取了中国的大片土地，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成为了今天俄罗斯的远东地区。因此，或许是出于做坏事产生的心虚之情，俄罗斯始终刻意规避在远东地区与中国展开合作。例如，俄罗斯总统普京就曾在2000年的一场演讲中公开表示，如果近期我们不做现实的努力，那么要不了几十年，甚至自古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俄罗斯居民就将基本上都说汉语了。尽管如今伴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，两国关系已经变得越发亲密，但对于中国的提防之情却在俄罗斯民间早已深入人心。根据2020年8月俄罗斯科学院的一份调查结果显示，在俄罗斯远东地区滨海边疆区域生活的居民中，有 75.5% 的被调查者认为应该限制中国人进入远东地区，只有 3.3% 的被调查者认为应该欢迎与外国展开合作，共同促进远东经济发展。因此，从这里不难看出啊，中俄共同合作开发远东这件事情想要实现，恐怕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这么简单。俄罗斯有没有必要开发远东地区呢？答案显然是肯定的。哪怕未来的俄罗斯依然想要把重心放在欧洲，但如果要在对外战略中争取主动权，与西方打交道的时候增添自己手中的筹码，俄罗斯依然不能放弃发展远东。基于这点，俄罗斯势必要与中国展开合作。实际上，对于俄罗斯来说，压根没必要过于担惊受怕。中国人更讲究就事论事，合作的同时不会两面三刀，暗地里谋划阴谋诡计，这是中国身为一个5000年文明古国的诚信。所以，不管是共同开发远东地区也好，还是其他合作也罢，俄罗斯必须要改变过去的那些固有思维，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摆脱眼下的困境。